呵，罪臣女配伤兵，酸汤配冷饼，正合适。今日罪臣女眷配军户为妻，今晚入户，没选中的，明早送韩造营。妹妹，没人要你，你就得去韩造营烧一辈子柴。我堂堂新时代出身，竟然穿成了被发配的罪臣女。江家大小姐竟也落到这一步。到了北京，往后怕是由不得她了。江堂里罪臣女眷，抄家流放，连以后嫁给谁都轮不到我做主。江堂里去除营。这是天崩开局。环境差，东西也差，但这些我太熟了。别人看到的是废料，我看到的是翻身的锅底。怎么还想让人伺候你？行啊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柴该怎么烧，锅该怎么开。你敢倒军营的汤？猪都不吃的东西也配叫汤？江堂里，你别丢人现眼了，这里是军营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好东西啊，那都是边角料。边角料不可怜，等等，这味儿怎么这么香？可怜的是你们不会用。锅热，别碰。站得稳，话不多，出手也不花哨。姑娘，这能吃了不？急什么？好汤要滚3滚。顾郎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只是没想到他还会做吃食。滚几滚了？你口水滚了3滚，汤还差1滚。吃。我北京汉子还怕一片羊杂？咋样？咋样？香，多香，比顾家的鸡汤还香。排队，插队的没汤。排，谁不排我跟谁急。都安静，婚配继续。江云秀，顾郎，云秀姑娘放心，顾家会照应你。妹妹看见了吗？人这一辈子最要紧的是会选。你继续。江堂里，谁敢要？锅开的再香，没人选也没用。妹妹，你现在求我，我或许能给你安排个轻松些的活儿。谁说没人选？他真选霍金寒。我家穷，我会赚。我有旧伤，我会养。家中还有老母、弟妹。正好，我缺帮手。我护不了你一辈子。不用一辈子，你今天护我的锅，我明天养你的家。江堂里，你嫁一个受伤军户，拿什么跟我比？3天后，你坐席上吃冷菜，我在门口卖热锅，看看谁的人多。够了。边关冷，锅就得辣。霍金寒，你愿接江堂里入户？接。霍家没聘礼，这把刀给你防身。我收了。若日后霍家让你饿着，你可拿它走。先吃，吃饱了带我回家看看灶。看灶。霍哥，你这是娶媳妇儿还是请了个长辈？媳妇儿管家，长辈赚钱，不冲突。那锅，那这锅汤就先请全营尝1碗。今日不收钱，明日开始收。明日还有？有锅有火就有。这冻白菜以前怎么那么难吃，今天怎么这么香？因为以前它只是在水里煮，今天它是在汤里活。我去买，不，我去尝1碗。今日是我们订婚配的日子，顾公子想尝，可以排队。霍家的锅认队不认人，以后还有更多规矩，我守。这锅到此为止，想吃明日的去霍家院外排队。几点？下至之后卖什么？卖烤串。霍家真的穷，空刚好。米缸也许是空的。哎呀，姐姐，3天后别忘了来，来晚了怕你排不上队。明日真有烤串？有。羊杂也能卖，没人买怎么办？你见过哪个人闻过香味还忘得掉？从明天开始，你家院子借我摆摊，若有人闹事呢？刀给你，人也在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静涵，你真把人带回来了。姑娘，我家没有好日子，你现在要走，我不拦。娘，她就是嫂子吗？别乱喊。都饿了吧？不饿。第一天进门，总不能让大家空着肚子认识我。那羊杂本来准备明天拿去换几个铜板，不值钱，也没人爱吃。行，烤得够香，一串就能卖1文。京寒搭烤架，小川削签子，阿月洗野葱。娘，水烧开些。怎么不腥了？腥味不是去不掉，是方法不对。那校场上那锅汤也是方法不对？那不是方法不对，是态度不对。做饭先要尊重食材，
嫂子这样行吗？洗得真干净，阿月以后就是咱家小掌勺，别惯他，胆子是练出来的。我敢，我收钱。就这些，没有秘方。秘方不在料里，在手上揉。凉，赚钱的第一步，手得伸进去。姑娘，你以前真没下过灶？下过，饭做多了就会了。嫂子，这真是咱家那串羊杂？现在不是羊杂，是第一桶金，献给京寒。娘是长辈，第一串您吃。阿月尝尝，不用分，一人一串。第一锅不让自家人吃饱，摊子开不长。会有人抢，就30，万一不够呢？第一碗不是为了赚最多，是为了让他们记住味儿。若真卖不出去，我明天去换粮。娘，今晚不用想法子换粮，那想什么？想钱匣子放哪儿？我去当破碗装钱。半个时辰不回来，我去接。成交。嫂子，没人看咱们，香味会替我们喊。这味儿，白天那锅霍家娘子多少钱？霍家烤串，1文1串，先到先得。咋样？听人，别问，买，给我2串。我带了冷饼，能不能给我刷点油？能，冷饼切开，刷油烤，1文2片。饼没错，冷着吃才错。这个好，这个顶饿。小川，你现在像个小掌柜。我本来就是霍家2掌柜，暂时的，以后得会算账。他真卖出去了。姐姐要来一串吗？新摊开张，清香不打折，但能排前炮。不过是羊杂边角料，有什么体面？不稀罕也没事。卖完了，没了，我还没吃够。嫂子，30串全卖完了，还有烤饼钱。我明天帮你问伙房，我有个兄弟在牲口棚当值，我也问。行，干净新鲜的，我收。好多钱！30串羊杂29文，还有一个大哥给了2文，说不用找。那怎么能不找？明日遇见了还给人家。娘说的对，生意要长久，账得清楚。你会记账？军中粮册看过。那正好，你做大账藏。那我呢？你做2掌柜。嫂子我呢？你做小管事，专管干净。我会洗葱，也会洗碗，以后还会更多。这是你赚的。这份家用，这份明日买盐、签子、干辣子。给我做什么？明日你去帮我收羊杂，得有本钱。我可以赊。不赊，小本生意最怕欠人情，能用铜板说清，就别用脸面去求。明日我去。要新鲜的，处理干净的优先。若有人坐地起价，不收。万一都坐地起价呢？那就卖烤豆腐、烤萝卜、烤蘑菇。我多洗2把葱。我去邻家借个大盆。我去收料。现在那家火锅店没了，可火还在，锅还在，人也在。霍金寒，明天我们会更忙。忙得过来。拿走。姑娘，您晚饭没吃多少？我说拿走。顾郎，你去哪儿了？出去走了走。那是什么？你去买姜糖梨的烤串了？只是尝尝。顾家有鸡汤，有白面，你去吃他的羊杂。云秀，不过是一串湿食，你何必？一串湿食。明日我倒要看看，他还能卖出什么花样。还不睡？睡前想一件事儿。什么？明天只卖羊杂串，不够炸。烤豆腐，烤萝卜，再给军汉们留一个想不到的。你还想卖什么？烤饼夹羊杂。嫂子，今天咱们还卖羊杂串？卖，但不能只卖羊杂。烤豆腐、烤萝卜、烤饼夹羊杂。昨晚偷清的挺全。我现在是霍家2掌柜，哪能不记？嫂子，葱洗好了，干净。阿月今天生意等，管葱花和签子。那我呢？你管吆喝。霍家烤串，香到停不下，1文1串，先到先得。哥，收到了。收到了。伙房知道昨晚烤串卖得好，今天开价高了些。高了多少？1斤多1文。这不是坐地起价吗？东西新鲜吗？新鲜。那就收。嫂子，昨晚你不是说坐地起价不收？今天人家知道这东西有用，涨一点正常。那以后越涨越高怎么办？所以今天开始，我们不只靠羊杂。你要换吃法？不是换，是加。串串能卖，烤饼能卖，汤
汤锅也能卖。汤锅把菜、豆腐、羊杂、饼块全用竹签串起来，放进红汤里烫熟，一串一个价，想吃什么拿什么。这不就是想吃啥就烫啥？对，那叫什么？麻辣烫。麻辣烫，这名字听着就热乎。霍家人在吗？我家夫人今日给少爷和心腹鼓办白面宴，请霍家过去坐席。顾家请我们，都是同一日婚配的，夫人说了，礼数不能少。江云秀也在，我家少夫人自然在。不想去，可以不去。顾家多半不是单纯请客。昨晚顾公子还偷偷买咱家烤串，今天就请客，该不会是想显摆吧？人越多越适合开锅。姐姐请我吃席，我不好空手去，带一锅麻辣烫。顾家这席面真体面。云秀规矩好，性子稳，进了顾家就是我们顾家人。江棠离，今日就让你看看什么才叫体面。顾郎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看看客人到齐没有。嫂子，小心锅！霍娘子，这是顾夫人今日设宴，我空手来也不好，就带了一锅热汤，给大家添个热闹。江棠离，今日是顾家的席面，不是你摆摊的地方。姐姐误会了，我不进正席，就在外院角落支个小锅。顾家的白面宴体面，我这锅是给路过军汉添口热乎。对，我们不抢席，谁想吃谁来。既是添热闹，那就在外院吧，只是别扰了正席。顾夫人放心，我这锅最懂规矩，锅懂不懂不知道，人可太懂了。这是昨日的烤串，那是什么？麻辣烫。顾郎，母亲还等你敬酒呢。好。什么玩意儿？外院那锅比鸡汤还勾人。霍家麻辣烫，豆腐1文，白菜1文，羊杂3文，饼块2文，热汤免费，尝一口。热汤还免费，第一口免费，第二口就想买串。排队拿签。对，先拿签，再选串，吃完签子算钱。谁教你的？我自己想的。不错，二掌柜升半等。霍娘子，我就尝口汤，不算坏规矩吧？顾家席面还没开，先暖暖胃。辣，要串吗？香，来2串豆腐，再来1串羊杂。5文。我去看看。母亲，不能让他这么摆下去。今日来的是客，不好当众失礼。可人都要被他勾走了。云秀，说话注意些，大家只是图个新鲜。排队。霍哥现在是守锅将军。我哥守锅，我嫂子开锅，我收钱。阿月管签，娘管账。别贫，少收1文，你嫂子扣你饭。不扣饭，扣二掌柜名头。那不行，账必须准。霍娘子生意不错，托顾家的喜气。只是今日毕竟是顾家的家宴，你这锅香气太盛，客人们都顾不上正席了。是我考虑不周，既然知道不周，就收了吧。姐姐别急，我话还没说完。不如这样，今日我这锅出1半给顾家席面，客人若想尝，就当顾夫人添的新菜。这主意好，顾家白面宴配霍家热锅，今日这席面可难忘。霍娘子倒是会做人，做生意嘛，不能让主人家难堪。不过串串是现烫的，料钱得另算。你还要收钱？顾家若请，我就按锅算。那就按锅算。地上顾家席面加麻辣烫半锅，30文。霍娘子，也给我1碗吧。顾公子要什么串？你看着配。想吃，拿签。顾公子自己选，
我们霍家的锅谁来都一样。顾公子，豆腐稀汤烫嘴。这豆腐比肉还入味儿。昨夜偷买，今日当众夸。顾明川，你到底把我放在哪儿？明日还卖吗？明日不卖麻辣烫。为何？明日卖新东西，什么新东西啊？烤饼夹羊杂。霍娘子，给我留2个。想吃明日早来，先到先得。顾郎，他那锅真有这么好？云秀，你别多想，我问你，好不好？味道确实新鲜。嫂子，92文，加上昨晚的，咱们有100多文了。明日我去镇上买米、买辣子、买签子，顺便问问有没有便宜铁锅。已经开始想着添锅了。一口锅不够。请问哪位是霍娘子？我是。我家掌柜听闻霍娘子手艺出众，想请您明日去醉香楼一叙。醉香楼不是普通酒楼。看来香味飘得比我想的还远。你要去？去。万一他们想抢方子呢？方子抢得走，火候抢不走。嫂子，他们要是欺负你怎么办？我一起去。我还没说要带你呢。你不用说。小川，今天你有更重要的活儿。啊？什么？去军营后门告诉熟客，今晚不卖麻辣烫。你昨夜让铁匠敲的那块铜片是用来隔锅的。猜对了。嫂子，一口锅里还能装2种汤吗？当然能，一半红汤，一半清汤。能吃辣的吃红汤，不能吃辣的吃清汤。这不就是一锅2吃？它叫鸳鸯锅。这锅是准备给醉香楼看的。若他们真想合作，就能看懂它的价值。说他们不是合作呢？那就让他们知道，我的锅不止红汤。霍娘子，我家掌柜等候多时了。这位是？他夫君。二位请。霍娘子，久闻大名啊！刘掌柜客气。霍军爷也来了，坐坐。说是。爽快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2两银子，买霍娘子的红汤方子。买断。自然。方子给醉香楼，从此以后红汤锅由醉香楼来做。霍娘子若愿意，也可以来楼里帮忙，1个月给你300文工钱。霍娘子笑什么？笑掌柜会算账。做买卖嘛，自然要会算。那掌柜应该也知道，我昨日在顾家半日赚了92文。若我日日摆摊，1月不说多，3两银子也有机会。你2两买断我的方子，还要我以后不能卖红汤，掌柜觉得这账合适吗？霍娘子，小摊是小摊，酒楼是有楼，你那口锅靠的是一时新鲜，过几日客人吃腻了，生意也就淡了。所以我今日带了新锅。新锅。红汤不是唯一，车法也不是唯一。醉香楼若想合作，可以按锅底供货，也可以按桌分成，买断不谈。霍娘子，胃口别太大，你个小摊儿能不能长久，还得看镇上人给不给路。路不是谁给的。掌柜说的对，做生意讲和气。那方子不卖。掌柜若想合作，我欢迎。
若想用2两银子买走我一口锅的前程，那今日就不用谈了。镇上酒楼有镇上的规矩，我的规矩才是规矩。他会仿，让他仿。他不仿，今晚的鸳鸯锅怎么显得更香？醉香楼新菜红汤锅，镇上第一份正经酒楼红锅，每桌只要20文。顾公子、顾少夫人，今日请2位尝尝醉香楼的新红汤锅。原来这东西也不难，颜色倒是香。酒楼做的总比他小摊干净体面。如何？味道很重。红锅嘛，就得味儿重。这不对啊，哪里不对？辣是辣，可不香。羊杂没入味儿，腥。我还以为和霍家的锅一样香呢，看着红，吃着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新菜第1日，火候差些也正常。那也不能拿客人练手啊。我们不白吃，只是这锅不值20文。霍家新锅，1锅2味，红汤香，清汤鲜。能吃辣的来红锅，怕辣的吃清锅。霍家鸳鸯锅，1锅2味。先拿签，再选串。霍娘子，给我红汤羊杂。我要清汤豆腐，刚才辣得我舌头发苦。那你可来对地方了，苦的不算辣，香的才叫辣。小心烫。对，就是这个味儿。清汤真好吃吗？尝一口。这汤不辣也香。好锅不是只有辣，有人吃热闹，有人吃舒服。红汤吃热闹，清汤吃舒服。鸳鸯锅，一家老小都能吃。我不能吃辣，能吃清汤。能。清汤豆腐1文，白菜1文，菌菇2文。热汤能喝吗？买2串，送半碗汤。掌柜，怎么办？人都过去了。霍娘子，你这摊儿打在我醉香楼对面，不合适吧？刘掌柜说笑了，这条街是大家走的路。霍娘子，好手段！不是手段，是手艺。掌柜，尝尝。吃完的签子放这里，别弄乱。小姑娘管得真好。今日收摊。明日还卖鸳鸯锅吗？卖，但明日加新菜。什么新菜啊？明日来了就知道。去找雏鹰管事，告诉他，以后那些边角料醉香楼全包了。可咱们用不了那么多。我用不用得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霍家明日没东西下锅。嫂子，我今天早起削了200根签子，咱们是不是能卖200串？有志气。我把菜都洗好了。今日多买些羊杂和豆腐，趁着势头好，多卖些。静涵，羊杂呢？哥，你不会忘了吧？军营伙房说，今日没有。没有？怎么可能？昨天还有那么多。牲口棚那边也说没有。都没有。有人提前包了。谁啊？这不是故意的吗？醉香楼，他们断羊杂是觉得我的锅靠羊杂，那今晚就让他们看看，素菜也能卖到排队。嫂子，你又有新招。今晚
卖烤豆腐和烤蘑菇，没肉也能香。豆腐铺那些碎豆腐更便宜，有时候半盆才收2文。碎豆腐，压坏的边角碎块，酒楼不要，普通人家嫌不好切。我要。碎豆腐也能卖，整块烤，碎块煎，不浪费。我去豆腐铺。客人不知道今晚卖啥，万一不来呢？越不知道越想来，吊胃口。你就告诉他们，今晚霍家不卖羊杂。那他们问卖什么呢？卖他们没想到的。醉香楼断料，你不生气？生气没用，那就让他们白花钱。他们包了羊杂，咱们不卖羊杂，他们钱花了，咱们锅还开了。二掌柜悟了，今日不跟他们抢肉，咱们抢味道。豆腐切厚片，盐水泡过，再刷红油，外面要焦，里面要嫩。蘑菇先烤出水汽，再刷油撒盐。萝卜呢？先烤干水分，再刷辣料，边缘微焦最好吃。豆腐还能变成饼？当然。这个卖几文？1文1个，3文4个。3文4个，比一个一个买划算。客人觉得占便宜，我们卖得更快。娘先尝。香，1人1块，不分。外面脆，里面软。好，这个有肉味儿，不差。今晚稳了。嫂子，这菜单一挂，客人一看就懂。做生意明码标价，少扯皮。若今晚真卖得好，以后咱们就不怕别人卡料了。锅要开得稳，就不能被一种食材牵着走。今日不卖羊杂，今日霍家新菜：烤豆腐、烤蘑菇、烤萝卜、豆腐小饼，全是素的。素的也香。我不是不信你，我是怕吃不饱。吃不饱来找我。霍娘子这话我信，来一串试试。豆腐1文。这味儿不比羊杂差呀！再来2串，你先说好不好吃？我都再买了，你说好不好吃？这萝卜顶饱，还香。霍娘子，1文能吃什么？1文2串萝卜，热汤今日赠半碗。香。穷有穷的吃法，香不分贵贱。我请你1串豆腐。不用不用，不是可怜你，是我今天高兴。1文1串，君爷请客，霍家出手艺。姑娘，霍娘子今日卖的都是素菜，我看见了，可客人好像更多了。闭嘴！他没羊杂，竟然也能开摊儿，连豆腐蘑菇都能卖爆。那以后还有什么能难住他？掌柜，霍家今日没卖羊杂。我看见了，他们卖豆腐和蘑菇，客人也排队。他倒是真会变。顾公子，今日还是拿钱自己选。我知道规矩。顾郎，家里饭菜已经备了，我买几串带回去给母亲尝尝。妹妹，昨日卖羊杂，今日卖豆腐，明日是不是要卖野菜了？姐姐提醒得好，野菜若处理得好，也能卖。顾公子拿好。这个鲜。校尉，谁是霍娘子？我是。这摊子是你开的？是。校尉，小心烫。不见肉，也有油香。豆腐吸味，蘑菇提鲜，萝卜顶饱。若要更顶货，可以加饼。你懂军食？懂一点热饭。北境东训最缺的就是热饭。校尉有事。明日我想换一顿热食，300人的热食，你敢不敢接？唐离，
300人，什么时候吃？明日申时冬训结束，每人1碗热汤，1份主食，2串热菜。能做到？能。要多少人手？我要借10个妇人洗菜、切菜、穿串、柴火、清水、锅灶，均营出一半。价钱？按人头算，每人3文，300人900文。若加肉另算。先试1日，若士兵不满意，我只收盖成本。若满意呢？若满意，以后冬训热食优先给霍家做。好胆子！好，明日试1日，先付3成定钱，小本生意垫不起300人的料。霍静涵，你这媳妇儿比你还敢谈。他会算账。300文定钱，明日申时，我等你的热食。赵校尉放心，明日300军汉，冷不了。嫂子，300人啊，不是30，也不是13，是300。300碗汤要多少水？还要主食，还要热菜，咱家1口锅怕是不够，所以明天不能在家里做，要去军营外搭临时灶。搭几个灶？10口大锅。10口？我来掌总锅。累。赚钱哪有不累的？明日我守你。不是守我，守着10口锅。明日之后，霍家就不是小摊了。嫂子，这真是咱们今天要用的锅？300人，10口锅都不算多。我昨晚还觉得咱家小摊挺大了，你那叫摊儿，今天这才叫阵仗。嫂子，300个人会不会一起挤过来？红汤1队，骨汤1队，酸菜汤1队，领完从右边走，不许回头挤。嫂子，你连他们从哪儿走都想好了。人多的时候，味道第2，秩序第1。人一乱，锅再香也出不了饭。嫂子，300人啊！怕什么？锅已经开了。冬训结束，各队按序领食。红汤走左，骨汤走中，酸菜汤走右，每人1碗1饼2串。慢走。倒是有章法。先喝汤，再吃饼，别一口灌，烫。爽。唐离，你使唤金寒倒是顺手，他力气大。他也愿意听。我的汤洒了！阿月，备用碗。别急，补半碗汤。他不是只会做饭，校尉的意思是，他会管人。霍娘子，300人的热食，你做成了。今日只是试1日，校尉可还满意？今日热食如何？比冷饼菜汤强多了。校尉，这顿饭顶用。练完吃热汤，手脚恢复得快。你也满意？从明日起，冬训热食由霍家供应，先定7日。7日可以，但要提前定人数，食材有变，价钱也要跟着变。你倒是半点不含糊。娘，入账。今日尾款。霍静涵，你腿上旧伤如何？不误事。今日锅边秩序守得不错，是唐丽安排的好。嫂子，我今天喊出去的字，比我这辈子说过的话都多。你这辈子才多大？二哥，喝水。阿月今日也厉害，补碗补得比我跑得还快。阿月今日是小管事，做得很好。今日扣掉料钱、人工、柴火，净剩480文。480文！嫂子，我现在觉得屋顶在向我招手。先别急着修屋顶，再漏雪，咱们晚上都能看星星。 7日订单一开，好多东西要买。不会又有生意吧？霍娘子在吗？我在。雏营管事呈报说，霍家未入军厨册，私自供军食，不合规矩。他们还写了什么？若查实，需罚银10两，并停后热食。10两？咱们今天赚的还没捂热呢。什么叫私自？赵校尉亲自定的。我只是传话。你笑什么？我正愁明日没人知道霍家这顿热食替军营省了多少事。嫂子，这是罚银，不是夸奖啊。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账。明日不带锅，带账本。昨日热食做得好好的，怎么今日就要罚？雏营那边怕是不服。紧张，但我忍着，忍得住。嫂子说了，二掌柜要稳。进来。沈主簿，
霍家未经雏鹰登记，私自供军食300份，已罪应罚银10两，停在热食。霍娘子，你有何话说？有，事实清楚，他承不承认都一样。管事急什么？锅要一口吃，账也要一笔一算。让他说。昨日热食不是私供，是赵校尉下令试供，有定钱，有尾款，有见证。确有此事。校尉是点了热食，可他未入军厨册，仍是不合规。那霍家这顿饭是乱供，还是临时军需协供？临时协供有这条，只是多年少用。昨日试供300人，定钱300文，尾款600文，账目都在这里。食材、柴火、人工、损耗全列了。是。连加汤人数也列了。昨日加汤57碗，未另收费。夸了夸了，神主不夸嫂子账清楚了，别吵。第二笔是什么？军营就例成本。就例是军营内部账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具体账，只按昨日观察和可询问部分估算。冷饼提前做，风雪天意硬，吃不下就是浪费，浪费也要算钱。继续。我不敢说一顿热食包治百病，但能证明热汤热食能减少额外消耗。你这里写就例折算下来，至少多耗300到400文，是保守数。第三笔呢？人工。军厨有人，何必让外人做？昨日霍家雇军户妇人洗菜、切菜、穿串，不占军厨人手，也不误雏鹰旧物。你能自带人手供饭？能。你这不像第一次做300人饭。我以前做过大场面。哼，什么大场面，小摊儿罢了。小摊昨日没误300人的饭。若核账后证明霍家热食可作为东训协工，那我请军需房补我一个名分。什么名分？居需临时协工户。这怎么能随便给？那10两罚银就能随便罚？昨日军令在前，账目清楚，见证齐全，罚银10两不成立。罚银10两取消。霍家列入东训热食临时协工户，试工7日，另拨军需周转银20两，7日后核账，多退少补，账目3方签字。多谢沈主播。20两不是赏银，是军需银。账若乱了，我第一个问你。账若乱了，不用您问，我自己把锅收了。哼，好。雏鹰日后若有协作，按规矩配合，不得私下卡料。嫂子20两，他们倒给咱20两。是预支，不是倒给。我知道，可听起来就是他们倒欠咱了。霍娘子，以后东训是不是天天有热汤？只要军需房点头，锅就开。累吗？比做300人热食轻松。今日你比昨日更厉害。昨日用郭夫人，今日用丈夫人。霍金寒，你夸人越来越会了。哥，你再多说2句，嫂子脸要红了。二掌柜，去铁匠铺问锅。现在，问几口？先问20口。20口？300人只是开始，往后我们要让整个军营都吃上热饭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见这么多银子。嫂子，这些能买好多米吗？能，但不能全买米。这是军需银，不能乱花。嫂子，钱还没花，我就感觉它已经没了。钱不怕花，怕花的不清楚。娘，明日开始，帮忙的妇女登记不能含糊，我来。嫂子，那咱家小摊还开吗？开。军营热食是稳定钱，小摊是名声，两边都要。那人不够啊！告诉大家，明晚霍家小摊也改。改什么？改成夜市档，火锅、烧烤、热汤、烤饼分单卖。夜市档会不会太快？不快，军营的账已经打开了，接下来要打开的是整条街的人气。姑娘，军需房没罚霍家。没罚？不但没罚，还给了临时协工户的名分，又拨了20将军需周转银20两。军需房拨给霍家。顾郎，你是不是又觉得他厉害？云秀，我只是觉得他确实会做生意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明晚霍家还要做什么？听说要开夜市档。夜市档？明晚霍家招人，会洗菜、穿串、收碗的都能去。霍家夜市档，明晚开张，排队领钱，不许乱挤。这次要多大？大到让他们下职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想来霍家。若人太多，你守得住吗？
守得住。那我就开得起。嫂子，灯一挂，真像大买卖了。柴购前半夜，后半夜呢？又订了2捆，虚实送来。今晚不怕客多，就怕火断。火不断，锅不停，霍家夜市第1名。嫂子，这么多，客人会不会看花眼？红汤在左边，周婶看锅；炭烤在右边，王婶看火。暖汤和酸菜粉汤在中间，娘记账，阿月发碗。那我呢？你管排队号。客人先领号，叫到号再点菜，人多不乱，人少不慌。谁敢乱挤，我就说没有号不开锅。吃完还碗，退木牌。霍娘子，开摊没？没开也能排，先领号后吃锅。口气不小啊！你闻一会儿，脚能走算我输。霍家夜市开锅。真开夜市了，我闻到烤蘑菇了。领号，叫到号再点菜。今晚锅多人也多，谁都别急。一碗暖汤还有吗？有，1文1碗，可以续半碗。暖汤1文，萝卜2串1文，共2文。这个要钱吗？今日开张，葱花算喜气，葱花添喜气。唐黎，这豆腐滚几下捞？豆腐3滚，白菜2滚，羊杂碎煸1滚半。周婶这手艺也行啊！我就是照唐黎说的做，能照准也是本事。小孩能吃吗？好香。给孩子拿清汤豆腐，少辣，烤饼夹菜也行，都是软和的。那来一个烤饼夹菜。姑娘，要不要把窗关上？外头味太浓了。这霍家夜市怎会弄出这么大动静？军营下职的人都去了，顾家门前堵住了。还没堵，只是队伍长。明日见了，劝他注意些，别扰街坊。母亲放心，我会说。顾家门前的客人往这边站，别挡门。倒还懂分寸，连想挑错都挑不出来。唐黎，红锅底快淡了。补给料加半勺盐，豆腐暂停，先下白菜和饼块。烤蘑菇不够了，推烤豆腐和萝卜片。蘑菇最后10份，豆腐萝卜夹饼也香。哪样是酸菜粉汤？这边大碗5文，小碗3文。那给我1碗小的。客官小心烫。老爷，如何？酸能开胃，热能暖身，粉条顶饱，给下肢军汉吃合适。客官懂吃，懂一点军中饭。红汤可有？有。若第1次吃，我建议半红半青。你倒不急着卖贵的。客人吃的合适，才会来第2次。他不是普通人。看出来了。霍娘子，明日可有空？明日要攻军营热食，也要备夜市。明日午后，将军府想请霍娘子做一桌热宴。将军府要什么宴？不要冷盘，不要虚礼，就要你这夜市里最让人走不动路的东西。嫂子，将军府是将军府。不想接可以不接。你是霍金寒？是。这宴我接，但有3件事要先说清。霍娘子，这是将军府。正因为是将军府，才要说清。做饭不怕贵人，怕不清楚。你说。第一，热宴要现做现吃，不能提前摆冷。可。第二，我要带自己的锅料助手。可。第三，我不做虚排场，若要冷盘，请醉香楼；若要热闹痛快，我来。好，将军夫人最烦虚排场。明日午后，我派车来接。不必，
霍家自己推车去。为何？锅是我的，路上我看着放心。也可。今晚这夜市不错。客官还来吗？若将军府吃得满意，会有人常来。霍娘子要去将军府做宴了，那咱们是不是吃过将军府同款？不乱涨价，明日还是明日价。堂里，明日可要准备什么？准备大锅，准备烤炉，准备9种锅底。做什么？9宫格火锅。啊，1锅9味。我陪你去。明日不是守摊儿，是进将军府。一样。哪里一样？你开锅，我守着。哎，完了，我哥现在说话越来越会了。他又要去哪儿？将军府。从今夜起，我再想压住他，已经不可能了。嫂子，今晚赚了多少？夜市散客收入1两3钱，军营热食尾款另算，扣掉食材、工钱、柴火，净剩700多文。700多文，比昨天还多。嫂子，这么多好东西，看见好东西别发愣，先数数。对，数账。霍娘子，夫人说了，后厨今日听你调配，只是前厅也请了醉香楼。醉香楼也来了，正好，他们做山珍海味，我做热锅烧烤，客人想吃什么，让客人自己选。霍娘子爽快。霍娘子真巧，今日带的还是锅。是。将军府设宴只上1口锅，会不会太简薄？掌柜说错了，不是1口锅，是9口味。贵人用宴讲究雅致，不是夜市上的热闹。雅致有雅致的席，热闹有热闹的宴。将军府两边都请，说明2样都想尝尝。那就看客人选哪边了。正合我意。夫人半个时辰后，请各位入前厅。昨晚夜市那位霍娘子也来了，就是会做9宫格火锅的。云秀，没事。热宴就是昨夜边关夜市那个霍家。顾少夫人，那霍娘子是不是你妹妹？是同族姐妹。诸位，这是醉香楼今日备下的边城8味，取的是雅致清鲜。霍家热宴到了。霍家9锅6烤，请诸位尝鲜。这味儿够冲。这就是昨晚让严管事走不动步的锅。见过将军夫人。你就是霍娘子，今日不做山珍海味。山珍海味，醉香阁已经做了。我今日只做一桌能让人吃热、吃饱、吃痛快的锅。好，我喜欢这句。开席。能吃辣的先尝麻辣红汤，怕辣的羊骨锅开始。酸菜开胃，豆乳温和，药线暖身。羊肉涮红汤，烤饼蘸羊骨汤最香。这小子嘴皮子快，多谢夸奖，手艺都在锅里。夫人，这个锅酸甜，豆腐多煮一会儿更入味。这个不辣，孩子和老人都能吃。火锅不一定要辣，关键是大家能围在一起，各取所需。围炉同食，难怪严管事说你这锅不只是吃食。霍娘子，你这热锅若在军中能做多大？看锅，看柴，看水，看食材。若给你足够锅灶，500人能不能做？能。菜单固定，锅底提前，食材分片，队伍分流，木牌取餐，旧碗回收。将军，昨日300人东训，他就是这么做的，确实稳。不错。云秀，你不舒服？没有。那喝点清汤。你也觉得他做得好？今日这宴确实好。霍娘子，这锅若离了釜离了灶，还能不能吃？前线斥候和护粮队常年吃冷硬干粮，若也能喝上1口这样的热汤，冬日会好过许多。能。
怎么做？把油、盐、辣料、香料、骨汤浓液炒成底料，再冷却压成砖。行军时只要有水有锅，放一块底料砖，加干菜、肉干或饼块，就能煮出热汤。底料砖比散料好带，分量固定，不容易乱喂。一块能煮多少人的？小砖5人，大砖10人。若是军中大锅，可以做成20人一块。他已经不是在跟我比宴席风光了，他把一口锅讲到了军需上。若能成，对冬日行军大有用处。霍娘子，明日能否试做？能试，但需要羊油、盐、干辣子、姜葱、骨汤、干菜，还需要模具。第一次试做，要先小批试味、试化汤、试携带。谨慎是好事。今日这桌宴，你做得很好，赏。你应得。谢夫人，不必谢。若底料砖能成，该谢你的是北境将士。嫂子，夫人赏了多少？回家再说，别光看钱。今日最重的是底料砖，若真能供军中，那可不是夜市小买卖。嫂子，今天大家都说好吃，阿月也做得很好，一只碗都没乱。霍娘子，今日宴席很精彩。顾公子过奖。妹妹如今真是风光了。姐姐想多了，今日只是做成一桌宴，明日还有底料砖要试。子料砖若成，军中会大量采买。还没试，不敢说。天晚了，回家。好。今晚之后，霍家锅的名声压不住了。嫂子，将军夫人赏了5两银子。5两？记账，赏银和军需银分开放。赏银能补家用，军需银不能混。这5两能买好多锅吧？能买锅，也能买模具。底料砖模具，第一种看成块，第二种看耐放，第三种看化汤够不够厚。啊，这不就是给底料砖比武？嫂子这是让哥当军中试吃官，成不成就看今天了。唐提，赵校尉来了，来了。底料砖试得如何？初步能用。一块能煮几人？小砖5人，大砖10人。军中大锅可做20人一块。护粮小队在北坡遇暴雪，信号迟了1日，将军府要派人接应。几人队？要几顿？接应20人，护粮约15人，至少3顿。今晚赶40块小砖，配40切干菜，再加烤饼干。能做到？能，但我要人手。我给你10个签兵。签兵不如会洗菜切菜的婶子快，我要周审他们，再要军营工料。给。还得有人懂怎么化汤。我派军厨跟队。我去。金寒，你的腿不误行，我知道怎么分砖、起火、稳队伍。你想清楚了？你把锅做到行军路上，总要有人替你把第一口汤煮出来。好，唐离娘，他不是逞强，是去把这件事做稳。霍金寒，随接应队出发。若此事成，我会向将军重提你的就职。小砖20块，干菜包20包，大小均16张。嫂子，第2批红油好了，再熬半刻，辣味还浮着。什么？暂时放你这儿，等我回来取。好，路上小心。这是我包的，路上吃。锅底我做好了，火就交给你。好。唐离，进屋吧。等他把第一锅热汤煮开。景寒，没想到还有并肩走的一天。我只是送补剂。他就是霍金寒，以前是前锋营最稳的百夫长。不能硬走，先找备风处煮汤。护粮队还没找到，人冷到一定程度，越急越乱。接应队先暖起来，再分路找。听你的。火起不来，血压开，石头挡风，柴别依次放满。
这是什么？烟火油脂。这么一小块，真能煮出汤。这味儿像军营热锅啊！先喝小口，别急。热的，真是热汤。这东西若早几年有，找到了！霍百夫，现在不是。你怎么来了？先煮汤。这是什么？活过来了。景寒，这次多亏你，多亏底料砖。你还是这样不抢功，那是谁的功？霍娘子的。回来了！北坡雪那么大，真找着了。那底料砖真能用吗？40块带出，剩13块。40块带出，用27块，剩13块。血水可化，干菜包可用，烤饼干耐煮。他们回来后没有明显寒症加重，热汤确实起了作用。籽料砖可行，1块小砖能稳住5人1顿热汤，带着方便，比散料好管。霍金寒表现如何？判断稳，行路稳，分队稳。找到护粮队后，也是他先安排热汤，再安排撤回。旧伤未脱队，旧伤仍在，不能过劳。但若安排得当，重回先锋营不是不可。霍金寒，你想回先锋营吗？想。为何？我本就是前锋营的人，也想让霍家的底料砖真正走到用得上的地方。从今日起，霍金寒恢复前锋营百夫长职务，旧伤由廖云一定期查看，不许逞强。谢将军。不用谢我，你能回来是你自己走回来的。欢迎回来，霍百夫。霍家，霍百夫回先锋营了。我哥恢复百夫长了，真的，前锋营刚传出来。金寒回先锋营了，哥哥是不是立功了？底料砖立功，霍百夫也立功。哥，你真回来了！娘，我回先锋营了。回来就好。第一锅热汤煮开了，味道怎么样？救急够用，暖身够快，还很像家。嫂子，我哥这是夸底料砖，还是夸你？都算。先水后砖，再菜后饼，5人小砖，10人大砖，血水需煮沸，写得够清楚。底下的人拿到手就能用，才算真方便。第一批订单，红汤砖300，清汤砖200，酸菜砖100，干菜包600份。600块砖，汤里人手要翻倍。你准备怎么接？3日内先交第一批100块，试用稳定，再交第2批。霍百夫，霍百夫以后是前锋营的人，怕不能日日帮霍娘子守摊了。守摊有人，守前锋营也重要。底料砖要进前锋营，总得有个懂锅的人在那边。霍百夫，你这职务又多了一项。听见了？嫂子，咱们接了军需订单600块啊，先100，那也是100。回去就清院子。我去数马纸。你把600压成100，是怕做急了出错，也怕有人盯上。范记粮行在涨盐价，醉香楼安静得太快。霍娘子，不好了！范记把盐、油、干辣子都提价了，大宗买料还要先付定金。又涨，这是冲咱们来的。豆腐脯呢？豆腐还是原价。菌菇、萝卜、白菜呢？这些倒没涨。嫂子，油盐辣子涨价，你怎么还笑？他们以为底料砖只有红汤，今晚起是清汤砖、酸汤砖、烤鱼料。掌柜，霍家那边已经知道涨价了。知道就好。若他们不买呢？火锅饮料离了油盐辣子，还叫火锅饮料？明日放话，谁给霍家供售大葱油盐，就是跟范记抢生意。会不会闹到军需房？哼，我卖我的货，涨我的价，军需房还能管我做买卖？嫂子，这些真能做底料砖？能。油少，香味会不会不够？那就用鱼骨调鲜，酸菜提味，菌菇增香，这样就不怕范记了吗？
不是不怕，是让他们花钱囤的东西卡不住我的锅。哥，你明日还去先锋营？去。那夜市谁守？夜市不用怕，从明天开始，霍家不只有夜市，还有军需作坊。范季断我的红汤路，我就开清汤和烤鱼路。嫂子，范季把油盐辣子都涨价了，红汤砖还能做吗？能做，但不能只做红汤。最爱不代表只能吃一种。将军府那桌清汤酸菜豆努锅也没少吃。哥哥，冷不冷？不冷。哥，你每次说不冷，就是外头肯定很冷。军需房怎么说？红汤砖适用不错，但沈注意问，若油盐辣子不稳，有没有替代锅底？范季果然卡到军需房了。堂弟，你怎么还笑？沈主部问的正好，军需若只认红汤砖，咱们才被动。现在军需房主动问替代锅底，清汤砖和酸汤砖就能名正言顺送进去。范季这是帮咱开新路。清汤砖靠鲜味，少盐也能有味；酸汤砖用酸菜也能开胃上身，闻着就醒神。会腌菜的婶子都能登记，按坛收。周婶他们又有活了。范季能卡油盐，卡不住每家每户的酸菜坛子，卡不住河里的鱼。鱼贩在哪儿？西市口，滨河每日有鱼贩进城，鱼不好保存，价不高。小川，拿钱袋。霍金涵，你带路。咱们去买鱼，去定第2条供货路。霍百富买鱼，他买。您就是霍娘子。霍家夜市掌锅的就是我嫂子。郑叔，若我每日收鱼骨、鱼头、整鱼，你能供多少？每日鱼骨、鱼头吊汤，整鱼做烤鱼，要新鲜，当天送到，坏的不要。鱼骨、鱼头你也要？我嫂子手里边角料都能翻身。整鱼按市价，鱼骨、鱼头低价，洗净分开，3日一结，质量不稳，当日退。今日先试供2桶鱼骨、鱼头，5条整鱼。附近有没有卖酸菜的？周家、许家、陈家都腌得好，就是平时卖不上价。劳烦郑叔传话，霍家收酸菜，干净、酸香、不发苦的要按坛收。这下范季卡不住咱们了吧？鱼刺多，夜市人杂，要提醒。烤鱼切开卖，小孩老人推荐鱼汤豆腐。今晚卖什么名头？酸汤鱼锅。还有呢？炭火烤鱼。这个好，听着就香。你想的细。做吃时细一点，客人才放心。你们要不要先回去夸完再买鱼？嫂子，为什么鱼身上要划这么多刀？入味也熟得快。这么少？酸菜有咸味，鱼汤有鲜味，盐只是托底。嫂子，我写酸汤鱼锅，小碗5文，大碗8文，鱼骨汤免费试饮1小口。喝完就想买。这2种若成，比红汤砖更适合长路。油少，不怕冻硬，也不容易腻。你喜欢哪种？酸汤，雪地里喝醒神。今晚给你留一碗。哥现在一句比一句会。霍娘子，我们掌柜听说您缺油缺盐，特意问今日还买不买？你们不是涨价吗？好货自然贵。今日不买。不买？做鱼汤。嫂子，他脸都变了。别得意。为什么？今晚卖爆了，再得意。明白。今天怎么不是红汤味儿？霍家新锅，酸汤鱼锅，清汤鱼豆腐，炭火烤鱼。尝尝再说。这个醒神，听见没？醒神！给我1碗酸汤鱼锅。鱼刺慢吃。卖得不错，比我想的还快。军需房如何？清汤砖可做长路补界，酸汤砖可做冬训后补界。赵校尉让你明日送20块酸汤砖进营。先别喊，稳住夜市。顾郎，你不是说只是路过？我只是看看。每次你都只是看看。顾公子、顾少夫人，今日排号到36了，要酸汤鱼锅，得稍等。姐姐，顾公子，妹妹如今花样真多，红汤卖不动了，就改鱼头。姐姐误会了。误会什么？不是红汤卖不动，是客人有了更多选择。霍娘子，明日还卖酸汤鱼吗？卖。
这个不输红汤。云秀，你也尝一口，确实开胃。他没买油盐辣子，没买。今晚卖酸汤鱼锅和烤鱼，队伍不比前几日短。酸汤鱼锅用鱼骨、酸菜、豆腐、蘑菇，油少盐也少。掌柜，咱们囤的油盐辣子，他夜市能卖，不代表军需能用。掌柜，西市口几个鱼贩说，往后鱼骨鱼头先供货家。谁让他们供的？做买卖，人家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。他绕开了油盐，还定了鱼路。嫂子，咱们今晚多了好多妇人和孩童，这就是清汤锅的用处。红汤抓军汉，清汤抓一家。唐离，今日酸汤鱼锅和烤鱼比昨日红汤还多卖2成，2成。嫂子，今日净胜比昨日还高，而且没花高价油盐。明日开始，夜市分2条招牌：重小红汤馅、清鲜鱼锅馅。不吃辣的也有得选。掌柜，霍家3色砖入军需了。母亲说这汤不错，让你也尝尝。顾家也有厨子，因为他做得好。他能做，别人不能做吗？云秀，你想做什么？顾家有铺面，有厨子，有比免，凭什么整条街的生意都让霍家做？做吃食不是摆个锅就行。去打听，霍家酸汤鱼锅都放了什么？云秀，酸菜鱼、豆腐，谁家不能做？是小姐。少夫人，鱼汤要先钓鲜，不能直接下酸菜。姜糖梨不也是把酸菜鱼放一锅里煮？看着像，做起来不一样。那就按你会的做。怎么这么腥？再加些辣盐压一压。加。顾郎，你尝尝，如何？还差些。差在霍家的汤入口是酸香，后面有鲜，这个只有酸和辣。少夫人，开店要不要再试几日？不，明日顾家开云香汤。少夫人，真的今日就开张？当然，可昨晚那锅酸汤味儿还没调准。云秀，要不再试2日？开店不急这一时。顾郎，你也觉得我不如他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做吃食最要紧是稳，霍家夜市也是一步一步试出来的。你又替他说话。今日云香锅开张，红汤锅、酸菜鱼锅、烤串全都有，前30位客人白面饼免费送。白面饼免费？顾家开的，应该不差吧？云香锅开张，白面饼免费送。云香锅，这味儿怎么这么奇？嫂子，顾家开店了，叫云香锅，也卖红汤、酸菜鱼、烤串，还送白面饼。这是冲着咱们来的。开就开吧，一条街上不可能只有一家卖热锅，别人开店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以为自己不会被学。嫂子，你不去看看，他学咱们啊？快，不一定稳。顾家开店，要不要我去看着？万一他抢走客人呢？客人不是抢来的，是留住的。今日先让客人自己选。你说这能有霍家香吗？尝尝不就知道了。白面饼免费呢。我还是喜欢霍家的一碗暖汤。先吃顾家白面饼，晚上再去霍家喝汤。诸位放心，云香锅用的是顾家好米好面，食材比外头摊子更精细。云秀，客人不少。母亲，我说过顾家不差。红汤是不是炒糊了？少夫人说颜色要红，我多下了辣子，火候急了些。酸菜鱼汤呢？鱼骨没熬够，客人催得急，先端了。出锅前自己尝了吗？做吃食，端出去前自己都不尝。怎么样？辣，香吗？有点苦。这个酸的冲，看着挺红，怎么没骨香？诸位，今日开张，若觉得味重，可以多吃白面饼。白面饼是好，可我们来吃锅，总不能只吃饼。再加些肉香进去。肉汤没熬够，那就加羊油。云秀，
先别急着加，暂停红汤。这串没烤透，我给您换。别换了，让后厨慢点烤，吃食不是越快越好。你再这么削，签子都要削成筷子啦。我就是想知道顾家那边怎么样了。想去看就去。去可以，别闹事。看3件事：汤底稳不稳，出餐乱不乱，客人会不会回头。若有客人不舒服，先告诉我，不许看热闹。嫂子，他都学咱们了。学归学，客人是无辜的，做迟事不能拿客人的肚子赌气。我懂了。你怕顾家出事？急开店最容易出事。嫂子，云香锅乱了，红汤发苦，酸汤发冲，烤串有没熟透的，有人胃里不舒服，真出事了。阿月，拿温水和清汤砖。娘，拿干净碗。小川，带路。我陪你。这串里面没熟透，怎么端上来了？我这汤又酸又腻。诸位别急，今日开张，人多了些，我们马上换。换不是问题，不能没熟就端。烤串先停，所有鱼汤重新验味。烤串一停，人更要走了。再端出去，走的只会更多。让一让，霍家送清汤来了。姜糖梨，你来看我笑话？我是来给客人压胃的，吃了重油重辣觉得不舒服的，先喝半碗清汤。顾公子，开张出错能理解，但以后真得先试味。今日是顾家准备不周，诸位饭钱全退，若有不适，顾家承担看诊和汤药。全退？云秀，这钱不能省。姐姐，我说句实话，你可能不爱听。你说，你不是输给我，是输给了一个急字。嫂子还真写了。来的路上写的，入口的东西先干净，每一锅味道要稳定，客人吃完愿意再来才叫好吃。说的对。姜糖梨，你为什么帮我？我不是帮你，我是帮这条街上的热锅生意，也不想有人真的吃坏。嫂子，那他以后还会不会跟咱们抢生意？会。那你还给他规矩？有规矩的抢才是做生意，没规矩的抢伤的是客人。你想把整条街的吃食规矩立起来？霍百富现在连这个都看得出来。出事了，前线粮道断了。粮道断了？不是全断，是北线粮队被风雪困住，前锋营和护粮队要出发接应。需要多少补给？将军府要连夜赶制底料砖、干菜包、烤饼干、肉干包，越多越好。可是大家刚忙完，我还能切菜，我也能。军需开锅，我也要随队出发。什么时候走？明日天亮前。那今晚就把东西备齐。你不劝我？你是前锋营百夫长，该去。我掌后锅，你守前路，带着霍家的热锅去。等我回来，喝你亲手煮的第一碗汤。红汤压紧，清汤酸汤分开，干菜5人1份，烤饼干要烘透。白面和粗粮按平价入账。好，云香锅的厨子也能帮忙，试菜不行，切菜总会。会切菜去周婶那边，会揉面去李婶那边，工钱照算。霍娘子，军需房按急工入账，第一批天亮前送前锋营。已经在封包。够第一队用了。不够，第一批你带走，第二批天亮后送，第三批午后再出。粮道未通，锅不能停。我会把粮队带回来。这是3块小砖，单独给你。队伍的砖是队伍的，你自己的也要留。我回来还你。不用还，回来喝汤。哥哥，这是我包的，绳子系了2道。好，我回来前，夜市交给你。别逞强。霍金寒，前路交给你，后锅交给你。
这路比昨夜还难走，粮车更难。幸好底料专清，带散料路上早乱了，别让车队散。停，起第一锅。这汤真顶用，酸的醒神，比硬啃饼强。霍百墨，你媳妇儿这砖真能救路。他想的细。你现在夸他也不藏了。我喝汤。护粮队，2队前探，后队留锅。粮车陷在雪沟里，人还在，粮也在。不先拉车，先稳人，喝完再说。卸半车粮，分小雪橇，绳队拉车，后队留锅。你回来，前锋营这口气也回来了。先把粮带回去。粮车动了，不是留给你自己的。现在用得上。这锅汤我记一辈子，记霍家作坊，记霍娘子。汤里喝一口。担心惊寒，担心他，也担心粮车。霍娘子，云秀说顾家厨子今日听你调配，是不是哥哥的信？人没事，没事。再拖下去，天黑前过不了就一道。分段走，轻车先过，重车后压。霍景寒，霍娘子说松林坡多用清汤和酸汤，红汤别一次用完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还说，你若又把自己的砖分出去，回去就喝3碗清汤。知道了。将军在等粮，你若把这条线带回来，前锋营校尉之职多半由你。先通粮道。现在一看见这马纸包，我心里就踏实。回营后，我要去霍家夜市喝一碗正经热锅，先把粮车带回去。守前路靠刀，也靠一碗热汤。颠木板，卸半车粮，左右2队拉绳，不许乱。霍百富，你真该回来。我已经回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真到了，到了，粮到了。我掌后锅，你守前路，这条路守住了。将军，北线粮车全部入营，护粮队全员归队，主粮保住了。霍景寒，说过程。北坡先稳人再推车，松林坡分段走，就一路卸粮垫板，酸汤醒神，清汤稳胃，红汤留到最冷处。底料砖消耗多少？第一批216块，第二批130块，剩余74块已入驿站暂存。霍娘子教的细，你记得也细。将军，霍景寒此行判断稳，调度稳，补给用得当，我愿举荐他任前锋营校尉。属下附议。若不是霍百富先稳人再稳车，粮队回不来这么整齐。霍景寒，你可愿任前锋营校尉？愿。自今日起，霍景寒任前锋营校尉，协管冬季粮道护送与热食补给试行。这一生，不只是我走回来的，是他一锅一锅熬出来的。
嫂子，我哥升校尉了。校尉，哥哥当校尉了！霍家出校尉了，唐离，你把夫君真送上去了。嫂子，我哥不是穷伤兵了。他从来不是只剩穷和伤。娘，这是喜事儿，是大喜事。哥，霍校尉，嗓子不要了，今天可以不要。好。你说过回来喝我亲手煮的第一碗汤，怎么样？想家。哥，你现在真的太会了。霍校尉，以后前路更远。你锅开到哪里，我路守到哪里。哥现在真疯疯，别乱说话。哥哥本来就威风。此次北县粮道能稳，底料砖、干菜包、烤饼干皆有大用。霍家作坊有功。霍家只是把锅底送到了路上。你这话谦虚，但赏还是要领。霍家夜市名声已成，作坊也立住了。将军府赏你一处临街铺面，准你挂军需协工牌。谢将军，谢夫人。霍家作坊仍按10日一宴，账不能乱。不会乱。霍校尉以后管前锋营，也要订热食补给。你们夫妻一个管锅，一个管路，倒是正好。这叫天生一对。这句也能刻木牌。这是京城皇商大会请帖。底料砖入军需，引起京中注意。若能过审，往后不止北境能用。京城想去吗？你呢？你去，我陪你。霍校尉不用守前锋营，军令未下前，我先守你。霍校尉，注意场合。那火锅楼怎么办？火锅楼照开，作坊照做。北境第一火锅楼，今日挂匾。霍家！顾家公粮期我看过了，平价供一文暖汤，市价供定制锅，账期7日。按你的规矩来。江棠离，我还是会开云香锅，我等着。这次不会急，那就好。明日启程。北京排队了，下一句该让京城也排队。我陪你。嫂子，哥，锅开了。